跳过去，你跳不过去，我背着你能跳过去。你走，走啊！你不走，我他娘怎么走啊？你走，你走啊！走啊！谁你看看嘞，小鬼子！这里不让通过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的终点到了。你决定死在我们日本人手里。把肚子找开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你告诉那人，把枪放下！哎呦，我跟你讲，爹，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干啥？我得接应纸片王啊！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刀山火海，爹陪你趟。你趟你个头趟！这不都教你了？赶紧走！松本君，喜野，我回来了。为什么不开枪救松本君？不能开枪！不开枪，松本君就没命了。开枪！前辈，古川，你不下令开枪救松本君，我就开枪。把枪放下！开枪！开枪！志平啊！机兵乱党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追！老子刀枪不入。
手雷！宋本君，谁？是我。叶英雄来了，大哥二哥，叶英雄来了。叶英雄，哎呀，可把你给盼来了！你不知道啊，这段日子兄弟们那个憋屈啊，就像进城跟鬼子干一场呢。憋坏了吧都？相当难受啊！这叶英雄，一时黄金没变吧？哎，不提这个。叶英雄，啥时候进城？只要你们准备好了，随时出发。哎呀，那其他东西都好办。哎，英雄你看，哎，你看看啊，就我这宝贝啊，这小山炮，这么大的个，那进城那咋能从鬼子眼皮底下过去呢？没处装，没处藏。对呀。长官，蒋京是去波罗寺的吗？是，手里拉的什么？我四方丈带给波罗寺的佛像。走。站住！太君，这里面装的什么？有没有检查？说是佛像，这也不能随便检查，会惹怒佛祖的。佛像？对。打开。走。阿弥陀佛。走。前辈，经常碰见小三江的人说，已经很久没有看见疯爹了。这个很可疑，一定要查清楚。跟着小三江那2个人发现什么线索没有？没有，说他都是出入一些声色场所。继续查，一定要查清楚，小三江过去都跟什么人来往，从他们身上找到线索。嗨。停车！怎么了，前辈？叶凌风越来越近。谢队长，您找我啊？叶凌风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还说呢。那我这不是怪您啊！检点那天您非带我去，一下就把我暴露了。你说叶凌风他还能找我吗？这么说，以后他不再找你了8、9成吧。那我留着你干嘛？哎，别！谢队长，我说的是8、9成不会找我了，但还有1成他会找我的。这1成对我没有吸引力，我还不如把你绑上刑场，说不定叶凌风还能来救你。不是您错了啊！
叶凌风是个心狠的人，他绝对不会来救我的。你要把我毙了，我就白死了。您留着我，还有用呢。小三江，叶凌风最好早点出现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想看看你爹，是不是真的都破伤风死的？刨我爹的坟？刨开！谢队长，刨我亲爹的坟，这可不行啊！这大逆不道的，我以后怎么教我的父老乡亲们啊？我不刨，我现在就让你们父子团聚。三儿，行，那我刨。谢队长，打开。真奇怪了啊！这老疯子都跑哪儿去了？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，在狗肚子里。那天你爹引爆手雷，血肉横飞，粉身碎骨，然后他们清理现场，把你爹扫在了一块儿，再然后就拿去喂了狗。是不是特别愤怒？没有。谢谢队长。既然您都知道了，我也就不瞒您了。那引爆手雷的，确实是我爹。这么说，你爹的死都是我们造成的？不，怎么能说是你造成的呢？没人逼他点手雷啊，是他自己，他活该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多伟大的父爱，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才引爆手雷，啊！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么说的。这事我有错，你们每个人都有错。我建议所有人向这位伟大的父亲鞠上一躬，致以我们最深的歉意。对不起。我替老疯子谢谢你们各位了。小三江，有件事我不太明白，我想请教一下。您随便问。一个人是如何能做到投奔自己的杀父仇人的？这事儿简单，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。说，那老疯子不是我亲爹，我是他街上捡来的。跟他这些年，真没少吃苦。这不是为了混口饱饭吃，天天风里雨里的。您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我都娶不上媳妇吗？那还不是因为有一个没出息的爹吗？其实他死了呀，我反而倒轻松了，对我是好事儿。我还得谢谢您呢。小三江，你不诚实。我怎么不诚实了？真的，我只认钱，谁给我钱谁就是我亲爹。您不是给我钱了吗？那您现在就是我亲爹。我不是，叶凌风才是。他让你假装投奔我，里应外合夺去8吨黄金，我说的对吗？谢队长，我可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投奔您呐。你爹在下面很孤单，下去陪他吧。古川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哎，谢队长，叶凌风约我见面呢。在哪儿？满人街，广泰茶楼，我可以带您去，准能逮着他。哟，各位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人呢？三郎的一个雅间。走。让小三江投靠西野，就是为了让他诱使西野能够炸掉大坝。这不可能，西野是什么人，你又不是不清楚，他怎么可能听小三江的话？没错，
除非那西野脑子里边进水了，他才有可能呢。西野他这不可能炸大坝，那大坝是他修的。对呀，西野的脑子是没进水，但你们别忘了，他的脑袋里面进了一颗子弹。只要这颗子弹还在他脑子里多存在一天，他对我的仇恨就会多增加一分。而仇恨是制造疯狂最有效的手段。虎子，起来！大哥，你别管我了，这么跑，咱们谁也跑不掉。走，少废话，你赶紧走。古川，人一定在前面，追，快追！前辈，吓死我了！带走。大哥，咋样？叶英雄脱身了吧？他没事儿，但是虎子被谢抓去了。抓去了，咱们去追，走！你们就别去了啊，赶快上山弄炸药去。那虎子咋办？我再想办法。赶快走吧。走。谢队长，我不干，这活我干不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说为什么呀？我诚心诚意的来投靠你，你们却差点把我当奸细给毙了。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？今天的事，我向你道歉。哎呦，一会儿要毙我，一会儿又跟我道歉，我这心脏可受不了。你说我回去烧锅炉吧，是苦点累点，但我起码不会挨枪子儿啊。小三江，我向你保证，今后这种事
一定不会发生。只要你好好干，我不会亏待你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我说的，你举报叶凌风有功，我要重重的奖赏你，钱随时去拿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不急，我准备去审叶凌风的同伙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这个人认识吗？认识，他叫虎子，是叶凌风的手下。认识就好，进去劝劝他。队长，虎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这个叛徒！别说这么难听，毕竟大家也兄弟一场嘛。就算你不认我这个兄弟，有句话我要劝你，别跟着叶凌风混了，啊！你自己想想，都死了多少人了？最该死的那个人是你，你这个狗汉奸！别说这些没用的屁话，把叶凌风藏哪说出来，西野队长一定会放了你。行了，接着审讯。嗨。请吧。请什么呀？请坐。这个位子本来是古川君，他今天把这个位子让给我。古川君把这么好的位置让给我，那这情我一定得记着，以后一定还你。出发，走。哎，快走快走！什么事儿啊？大同广场处决论呢，咱们看看去。有这事儿？啊！前辈，是
时间马上就到。看来是没人来救他了。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对他处决了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很好。你去。我去？对啊，处决敌人是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的荣耀，你不愿意接受吗？谢队长，我不是不愿意，可是我从来没杀过人啊。你是没杀过自己人吧？如果你够忠诚，你应该接受这份至高的荣耀。去吧。是你就好，兄弟。杀了我吧，狗汉奸！告诉叶大哥，他不来是对的。你们一定要完成好任务，这才是对死去的兄弟最好的交代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乱党就应该是这个下场。不过你刚才的表现，缺乏一个勇士的果断和勇气。这不是第一次吗？以后会好的。那就好。西野既然敢在大同广场枪决虎子，一定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，等我们去钻。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，去密室买炸药。西野请君入观，请君入瓮，哎呀呀，都一样，反正都是装东西。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暗过陈仓，暗度陈仓。哎呀，叶英雄，你比西野可高明多了啊！来看看啊，南瓜，这个南瓜，这南瓜新不新鲜啊？哦，小姐，这刚下来的，可新鲜了。怎么卖啊？便宜。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怎么卖啊？哎，老板，你卖不卖啊？不卖了，不卖了。
站住！都别慌啊，啥事儿有二哥呢。你们干什么的？太君，俺们哥几个打鱼的，这出去整点饭吃。打鱼，喵鱼，鱼米。哎，对，下来的吃南瓜啦！看看啊！哎，太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卖菜的干活，乡下到城里边卖菜的干活。这个也是用来打鱼的。太君，你说这个啊？对，这不像打鱼的。啊，对，打鱼的。你看那块儿，不是那会儿有坑吗？我就，马上，快点，这里不能卖菜，走。好，哎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块阴气重，一会儿干活的时候都稳当点儿。不是来闹你了，是来给你们报仇的啊！谁也别怪我啊！看着没？看着了，看见了。啊，就这儿啊。来，好，好。等会儿。好像有人跟踪我，去看看。知道了。我被跟踪了。哟，再赶紧撤吧。哎，别慌别慌，我已经让小文和小李去处理了，应该不会有事。哎，钥匙找着了吗？晚了一步，钥匙现在在蒲文轩手上。怎么在他那儿呢？黎善坤被撤职了，蒲文轩现在是大和银行的行长。我找他拿。别去了，去也没用。日本人现在看他看得特别严，谁也别想接近他。完了，天赐良机呀！没了，没了。老大，跟踪新办那个人，我们抓回来了，是个女的。女的？谁啊？她说她姓李。放开我，我又不跑。小参加。放了他吧。小李，你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情况。是。干什么来了？
怎么样？现在钥匙被普文轩拿走了，我爸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你们的计划全部都泡汤，现在很失望吧？你就为了说这个？行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我可以帮你们拿到金库的钥匙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我爸现在不是行长了，黄金丢了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还有，普文轩暗地算计我爹，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所以，我决定帮你们。能找到下手的机会？我在银行，在普文轩身边，总比你们有机会吧？我想单独跟谢曼说几句话。你先进去吧。我有一个条件，你答应，我就帮你们。你说。一旦我拿到金库钥匙，你必须离开我爹，还有他。我说的是永远离开，再不相见。你能答应我吗？我答应。小小小姐，你现在就是潇潇细雨，就是及时雨，这回可给大伙儿帮大忙了。我不光是帮你们，也是帮我自己。李小姐能出手相助，自然是好。不过现在时间这么紧，就算李小姐能把那个钥匙拿到手，那俺们还得把那个炸药弄到金库里边。现在这银行守得那么严，啊，咋整啊？是啊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潇潇不是在银行工作吗？我们可以来一个里应外合，把炸药存到银行里，就像存钱一样，把炸药装到箱子里，然后送进银行。俺觉得辛小姐这个办法可行。哥，要是连炸药都能存，那你把我也存了吧？存你干啥玩意儿？俺还得每天给你送饭吃去。不是，这，哎，叶英雄，你觉得这个办法咋样？我觉得可以。李小姐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那边有没有问题？应该是没问题。金库的外面是银行的保险库，到时候你们可以把炸药存到那里，等你们的人进去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炸药挪进金库。好。那时间呢？什么时间合适？中午1点，这是吃中午饭的时间。银行的人很少，而且营业柜台只会留1个人值班。我会在这个时间接应你们。哎，谢谢爷啊！谢谢爷。我想租一个保险箱，存一下我这箱子。好的，这是租约，麻烦您填一下。啊。怎么了？我会写的字儿不多，这我哪会填？你就随便写一下，一会儿我重新填。哦。等等，我们要回趟大和银行，我有东西要拿。好的。
哎，普公子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不是，这是银行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？你来这儿是耍流氓吗？啊？不是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太好听了吧？我来看看潇潇怎么了？这是我女朋友。潇潇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普公子，这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人，您这么说话，自己也没面子吧？你以为你穿的人模人样的就可以说人话了吗？有戏也给你撑腰，在我这儿不好使。下次再来，我一样对你不客气。这就交给我吧，你快走。好。咋样啊？黄金武器马上就要交接了，叶凌风迟迟没有动静，他一定是在酝酿什么大的行动。前辈，我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前辈，你太焦虑了，叶凌风就像一个无形的影子，一直笼罩着你，这样下去不好。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怎么做不需要你管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吗？进来。谢队长。你最近干什么去了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找叶凌风的线索呢呗。结果呢？还没有什么结果。哎，不过我发现这城里边有些地痞流氓好像跟叶凌风有联系。我现在把重点全部放在这些人身上了。所以你才每天都往赌场和妓院跑。我说古川君，你千万别瞧不起那些地方，那地方什么人都有，那是打探消息的好地方，总比你待在这种高墙大院里强吧？谢队长，您给评评理，对不对？说的没错。要不说谢军，您才是大哥呢。不过呀，最近有几个线人奸得很，不给钱真什么都不说。眼看我这兜里，哎呀，空了呀，我也着急。领钱去吧。哎，好嘞。谢队长，门口有一个女的，说是庄一山的老婆，想要见你。赶他走。嗨。你觉得小三江还有什么用吗？没有。那就找个机会把他做掉吧。嗨。
もしもし。谢军，叶凌风，一听就知道是我，看来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。当然，怎么会忘？黄金和武器马上交接了，一定很忙吧？叶凌风，我一定会抓到你。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，可是怎么等都不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怎么样，脑子里那颗子弹还在吧？疼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吃药。不过也别吃多了，要不然怎么一直抓不到我呢？叶凌风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这个机会？如果你现在求我，我马上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。我告诉你，我会找到你。好啊，不过时间不要太长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，可以在宪兵队大楼插上一面白旗，让我来找你，再给你那猪脑袋补上一枪，彻底了结你的痛苦。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啊，对了，恭喜你当上宪兵队队长，希望你官运亨通，千万不要让人撸下来。再见。马上去查一个电话。什么电话？刚刚叶凌风把电话打到办公室里了。我要知道，他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的。前辈，叶凌风这是故意在刺激你。我的话你听不懂吗？马上去查。前辈，这是个圈套，我们不能上当。我们马上去查，马上！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前辈，你的情绪已经完全被叶凌风控制了。我知道叶凌风藏在哪儿了，在哪？城南大顶的山。出发。在哪？那刘三儿告诉我，就这一片啊。走。走，我们去那边。行吧，小姐，我来帮你吧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潇潇小姐，麻烦帮我存一下。啊，啊，请您填个单子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租金5元，保证金50元。没问题。前辈，全部都搜过了，没发现任何人影。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见不到叶凌风，你别想活。哎，别，不是这事儿跟我又没关系，我又不知道那消息是假的。去死吧！哎，叶凌风在那儿呢。七爷，叶凌风，恭喜你，终于找到我了。七爷，你下令杀死松本的消息，司令部已经知道了。
你宪兵队长的宝座已经坐不了几天了。他过河抓他！前辈，水流太急，过不了。过来！啊，过来！过河抓他去！别！谢队长，这水这么急，我哪过得去呀？哎呀！哦，叶凌风，你要是有种你就别跑！顾川，调动中队所有人，把整座山给我围起来，一定要抓到叶凌风！前辈，为了一个叶凌风，调动所有兵力，这样不值。送他去医院。快送我上医院！陈宪兵，从现在起，你不用再跟着我。你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白眼狼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离开宪兵队。最后，请前辈调给我一支小分队，我想亲自去看守大和银行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任务就是跟我一道看守大和银行，直到武器交易完成。好，出发！在这儿。没错。我说你们这帮人也太孙子了啊！说，这一枪谁朝我开的？我大哥，哎，我大哥的枪法是百发百中，百不穿杨，没伤着骨头吧，兄弟？我说你脑子进水了是吧？朝我开什么枪啊？俺们朝你开枪，不朝你开枪，那西野咋能相信你啊？是我让他开的，为什么？为你最后诱使西野炸掉大坝做准备。哎，兄弟，叶英雄这出一石二鸟，不但能给西野整急眼了，还能让他相信你。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呀？你不是让我把西野带过去就行了吗？西野狡猾阴险，而且警惕性有高。如果这事儿事先告诉我，一定会被他识破的。再说了，老大的枪法高明，不会让你有危险。我说你们这帮人也太不仗义了，就让我跟着西野去挨枪子儿啊！好了，对不起。哎，西野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宪兵司令部同意西野戴罪立功，确保黄金武器交易顺利。如果出了问题，西野切腹自杀。太好了，西野现在一定疯了一样想抓到我。他越是疯狂，我们成功的几率就越大。对。时间紧迫，你赶紧去银行，把最后一箱炸药给存了。行。今天下班之后去我家。行，定了啊。你好，帮我存一下。麻烦您填一下。这个您拿好，租金5元，保证金50元。可以了。谢谢。李潇潇，
你的样子好紧张，又来给小三娘存钱啊？她哪有那么多钱存？剧组的吧？我要看看。啊，银行有规定，客户的东西不能乱看。小肖，你搞错了吧？这家银行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把这些商贩赶走，入口处入账。李潇潇，要炸银行是吗？李潇潇，你这个贱人！是我做了行长，你就要这样对我是吗？李潇潇！您找哪位？你们行长呢？他可能在办公室。你跟我来，其他人留下。嗨，开门。李潇潇，你想害死我！你！长官，您找行长吗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卜文轩在哪儿？他上去了。上去了。是啊。什么时候上去的？我怎么没看到？10分钟以前，你们可能错过了。哎，啊！你怎么了？最近休息不太好，突然有点头疼。理解。现在卜文轩是你的上司，睡得好才怪。注意身体。这第一晚，我敬你们所有的人。明天，我们要用8吨黄金和意大利人交易武器。我得到情报，敌人会在明天抢劫黄金。所以，在座的各位的使命和任务，就是保障交易顺利完成。好，来，这第2晚，我要敬曹社、戏本账、制片王、虎子、马老二和所有牺牲的兄弟们，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趟开了一条道路。敬他们！我宣誓，我宣誓，听从号令，听从号令，保障交易顺利进行，保障交易顺利进行。这第3晚酒，
我尽我们大家伙，我们一定能从日本人手里抢到那8吨黄金。如有失误，愿切腹谢罪。好。为了胜利，干杯！如有失误，我要切腹谢罪。我愿意切腹谢罪。我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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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腹谢罪。这才是帝国军人，天皇的勇士。咱们跟叶英雄一块儿，干他个惊天动地，鬼哭狼嚎！还没睡？睡不着。我也是。对不起啊，我以前不该那样对你。有些事儿比命贵，命可以不要。好好活着，替我照顾好辛曼。大和银行严重亏空，百姓存款岌岌可危。大和银行要倒闭了，我们快去取自己的钱吧！谢队长，有线索了。什么线索？叶凌风，他要出现了。什么地方？辛曼跟黎善坤的婚礼上。文轩怎么还没来？太君，我也在找我们少主子，少主子不知上哪儿去了，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来呀。下午2点进行交易，钥匙还在他手上。如果我在2点前见不到，血，有血，有血呀！慢慢说。保险库的地上全是血啊！跟我来，快！这里发生过争斗，其中1个人死了，另外1个人匆忙打扫了一下这里，尸体就应该在金库里。太君，会不会是我们家少主子？很有可能就是他。那，赶紧打开看看他。你有钥匙吗？哦，钥匙现在在乱党手上。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快。从现在开始，银行停止办理所有业务，任何人不得进出银行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同喜，里面请，同喜，谢谢，里面请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里面请。里面请。队长，便衣我已经安排入位，婚礼现场也已经被我们严密的控制住了。
那天叶凌风差点要了我的命，今儿非跟他报这仇不行。好。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恭喜啊，李先生！谢谢阁下大驾光临，便是荣幸之至。恭喜啊，李先生！谢谢，二位，里面请。在此，我代表宪兵队，祝愿二位白头到老，百年好合，早日跑！叶凌风。谢队长，他肯定朝大坝那边去了。追！哎，那谁呀？还拿着枪？日本人。前面怎么回事？那帮人是叶凌风的人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九哥，你看，这啥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啥情况，这拦不拦？来！都给我拦住！快！追后！快点！追后！别过来！九哥，这怎么办？九哥，
着急忙慌干啥去？去大和银行啊！去大和银行干啥？大和银行要倒闭了，得赶紧把钱取出来，不然的话这就没了。听谁说的？隔壁五金店的老王，他的话能假吗？这，老王的话你也信？这你也信？这事儿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九哥，您别耽误我的时间，我得赶紧去，不然钱就没了啊！九哥，这帮人是要疯啊，一个都拦不住。谣言，一定是谣言。不是，九哥，这说不定是真的。新京这块地儿，这谣言这就是不可公开的事实啊。这不过跟我没啥关系，我银行1分钱都没存。不过跟我有关系啊。不行，我也得上银行看看去。不是，九子，各个通道，各个办公室上，通通都要看，知道吗？九哥，制造混乱的就是这张传单，很明显是有人在故意制造谣言。制造混乱，加强防备，严防乱党混进银行。嘿，去吧。哎，二哥，哎，二哥，没事吧？别慌，让他俩干一会儿，啥时候枪停了，到时再冲出去。行，二哥。哎，去给我拿点水去。快，好啊。我去！开水，我是顺天警察局的，你让我进去吧。哎，抬举，我认识古川。我是陈九德，你跟他说，让我进去。哎，你这个人咋这样呢？哎，老子鞍前马后的对你们，怎么这么对我啊？没事啊？哎，是你，小心点。哎。还有15分钟，时间就到了，也不知道叶英雄进去没进去。大哥，万一时间到了，叶英雄没进去咋整啊？那还用说吗？白费了呗。闭上嘴！我去！枪声停了，差不多了，上车走。上车。
慢慢的。叶凌风，你的计划很完美，可是你忽略了一个人，那就是我。你就是古川？我等你很久了。是吗？没想到，让西野这么害怕的一个人，最后会死在我的手上。再见了，叶凌风同志。古川这个小子，话真多。我刚才可是救了你的命，我把这小子给毙了，警察局我可没法混。你这金子是不是得分我一份？行，但你得听我安排。听你的。那这样，你现在马上到上面去，拉响银行的警报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外的水库大坝，告诉西野，大和银行的金子被叶凌风抢走了。我这就去。只有黄金最重要。这8吨黄金如果在日本人手里，那就是成批成批的武器，就是一场一场的战争，就是无数人的生命。如果牺牲我们几个，换来哪怕是片刻的太平，那也值了。再见了，西门。再见了，同志们。别慌。往后点，哦。捂着的，是张嘴。咋没炸呢？不知道啊。引线太短，不能点啊！如果现在点的话，引线短我没法脱身呢。把火柴给我！大哥，真的不能点呢。他娘的怂蛋！咱不能看着叶英雄白白送死，知道吗？火柴给我！给我！大哥，你给我滚！大哥，真的不能点了，大哥！滚！滚！大哥，我让你滚！滚！英雄，咱们来世再做兄弟。
如果我们两个人要不是生逢乱世，是不是可以在一起，长相厮守一辈子？不过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会的，一定会。这是我战斗下去的动力。进库，快去进库！快！大哥，大哥，顾春菊，有人进金库了，快去报告西野队长！啊！大哥，大哥，老大，成了，大哥。金子，我是没福去享受了。告诉你二哥，让他今后别干咱这行了，娶个媳妇儿，买个房子，好好过日子。大哥，这批金子是大哥和叶英雄用生命换来的，谁要敢动一根，我毙了谁！听明白没有？干活去！都过去！扣着他，抓着紧！哎呦我，这车上这。翻看所有尸体，就是找死的，也得给我把叶凌风找出来。仔细找，一定要找到叶凌风的尸体。谢队长，没找到叶凌风的尸体啊？怎么会没？谢长官，谢长官，不好了！哎，不好了，大河银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叶凌风带着乱打，攻占了银行，黄金让人抢走了。顾川队长让我来通知你。你说什么？黄金让人抢走了？我知道了，刚才那叶凌风肯定是假的，咱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。阿甘，回城，回去。是。哎，谢队长，你看，谢谢啦！叶凌风，对，肯定就是他。谢谢。就这卡车，抢黄金的就这卡车。追！长官，距离太远了，我们追不上。哎，谢队长，不能让他这么就把黄金抢走了呀！加大炮！加大炮！加大炮！快！哎，都快！谢长官，警察说还有事儿，要不我先回。不
不着急，演出还没结束呢，好好在这待着看。二哥，西野这犊子上套了，正要炸大坝呢，跳车！好。于大哥，水来了，赶紧推出去，快！啊，好，来！谢长官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顾川长官死了，请你马上回大和银行。顾川死了，金库发生猛烈爆炸，我们没钥匙进不去，敌人很可能从地下进入金库抢走黄金。他们不是从正面进去的，不是。小三江呢？小三江呢？陈九德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是你疯了。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？叛徒。我可不是叛徒，我压根儿就不是你的人。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不就是死吗？临死，我也得拉你当垫背。好。开枪啊！看来你还是不太会用枪啊。再见。連環の計画。金庫を爆破し下水道に逃げたか。下水道入口，谁？李妈，老爷，行李已经准备好了，去奉天的车1小时以后就开。好，潇潇，你赶快上楼收拾东西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先去奉天，再去香港。快呀！单坤，我不能和你一起走。由不得你。单坤，咱俩不是一路人。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什么是幸福？你告诉我，什么是他娘的幸福？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离开我，你休想！上楼再看还有什么东西。慢点儿。哎，三江兄弟，陈老大呢？老大那个回去点引线，没来得及逃跑，被炸死了。死了？死了。现在金子已经抬出来了，你看怎么办，三江兄弟？行，先别耽误时间了，走，先运出去。走。谢队长，这个下水道出口被淹了，通知所有人在这守着，不能让任何人冒出来。哎，拿着。
站住！二哥，小三家，老二，我发现小子忒不讲究了，干完了才来。刚才大坝一炸全是水，你说我又不会水，我在上面掩护你们呢。大哥呢？大哥，你还真要憋3天呢？老二，来，干啥？大哥，大哥没了。啥玩意儿？大哥没了。再说一遍。二哥，都怪我太怂了，不敢去点引线。大哥抢我前面去点引线，来不及把我给炸死了。你他娘的咋回事啊？二哥，大哥说了，往后有了钱，让你娶个媳妇儿，过安生日子吧。二哥，你他娘的咋不去点引线啊？他娘的要你干啥？你别管我！小三家，这黄金怎么办？快，先把那羊皮囊给我扎漏了，把箱子沉到底下，回头找机会再来取。快！好。老二，别哭了，快！他娘的小鬼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我快走！老二，快接！你们回来的正好，赶上要开饭了。这啥呀？又疙瘩汤啊？怎么是疙瘩汤呢？小鸡儿炖蘑菇。算你有良心，还知道给我们改善生活。嘿，你们天天在我这儿蹭吃蹭喝，怎么还是我没有良心呢？在这新京城啊，没有第二个人比你更有良心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